把他眼睛挖了。我18年未见的女儿，第一眼见我便下令挖了我的眼睛，只因她不知道我是她重生的母亲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带有上一世的记忆，这秘密一直被我埋藏于心，不敢暴露分毫。直到那年，我入宫做了宫女，同伴提醒我，千万别去招惹沈如云、沈贵妃。死在她手里的人不计其数。我不信，因为我曾见过沈如云的画像，也认出了她是我前世的女儿。我死的时候，她才10岁。我想弄清楚，乖巧懂事的她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副恶鬼模样？佩儿被打死了，她血肉模糊的尸体被太监们拖着经过我们身前，有胆子小的宫女已经被吓晕了。我皱眉望着他们离开的方向，视线落在地上的嫣红血迹上。很快会有人把这些血迹清理干净。今夜一过，宫里就再无佩儿这个宫女。我仍记得入宫那日，佩儿就跟在我身后，好奇地打量着这富贵的皇宫。后来我们一起吃住，学宫里的规矩。那夜，她趴在我床头小声问我，等我们学完规矩就要被分配到各贵人宫里，你害怕吗？怕什么？怕分到沈贵妃的翠羽殿。听放出宫的老宫女说，沈贵妃恶毒心狠，死在她手里的太监宫女不计其数。我没说话，她缩回被子里，希望我不要这么倒霉。佩儿一语成谶，她被分到翠羽殿，如今不过7天，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我收回视线，与其他几个宫女一起离开。我们被分去伺候老太妃，可老太妃喜静，把我们又遣了回来。嬷嬷把我们换到一处，打量着我们。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沈贵妃的宫里少了人，所以还得再送一个宫女过去。她话音未落，几个宫女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忍不住后退了一步。年纪最小的小满竟一下子跪了下来。我不要去翠羽殿，嬷嬷您了，我爹娘还在跟我回家，我不想死啊！慎言，谁跟你说去了翠羽殿就是死路一条了？这话若让旁人听见，你1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。没人愿意去，那我就随便点了。他抬起的手指正要落在其中一个宫女身上时，我站了出来。嬷嬷，我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信。我不信沈如云、沈贵妃真是那样一个恶毒嗜杀的女子。我有一个秘密，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带有上一世的记忆。我清楚地记得我是谁，嫁了谁，又是怎么死的。所以在听闻宫里有个贵妃名唤沈如云时，我便想方设法进了宫，直到无意间见到她的画像，我便也确定了她是我前世的女儿。我记得我死的那日是个雨天，窗外雨滴淅淅沥沥，我有些听不真切，只有女儿低低的啜泣在耳畔回响。娘，你别丢下我，别丢下我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爸喜欢梅姨娘和弟弟，他一向不喜欢我，如今连你也不要我了。我摸着她的头发，手指已经用不上力了，视线模糊，最后陷入一片黑暗。我听见的最后一个声音是她声嘶力竭喊的一声：“阿娘！”夜深了，我来到了嬷嬷房里，跪在地上，嬷嬷真心实意道：“我不想死，请嬷嬷指条明路。”白日答应的那么干脆，我还真以为你不怕呢。我没说话，低垂着头。嬷嬷一杯茶喝尽，看向我：“沈贵妃未入宫之前是左相府大小姐，她生母去世的早，生母死后，沈相爷把那姨娘抬上了正妻之位。后来上还是太子的陛下出宫游玩，看中了同样在东郊赏花的沈小姐。陛下登基后，沈小姐顺理成章入了宫，成了沈贵妃。”嬷嬷话音一顿，沈贵妃刚进宫时，其实跟如今不太一样，性子虽然也冷，可却并不残忍嗜杀。后来沈相爷因病离世，沈贵妃当时已怀了身孕，她请旨回府吊唁，却跟继母发生争执，贵妃摔倒，意外小产。陛下大怒，贵妃继母害怕陛下迁怒她儿子，夜里就自缢了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嬷嬷停了很久，最后道：“具体缘由我也不清楚。总之，贵妃与沈家似乎并不亲厚。你去了翠羽殿，千万莫提及沈家。贵妃自小产后一直未曾有孕，陛下去翠羽殿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沈贵妃因而也越发阴郁。她性格古怪，阴晴不定，旁的我也提点不了你什么了。阿阴，你自求多福吧。”谢嬷嬷教导。走出院子，我抬头看着头顶月亮，今夜月亮很圆很亮。恍惚间，我想起了7岁的阿云，她总喜欢伏在我的膝上，一边看月亮，一边让我给她编辫子。阿娘，月亮上有仙女吗？
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，每次都忍着病痛，尽量在他面前表现得轻松。我知道自己陪不了他长大，所以总是找机会让以后的分离显得不那么难受。娘以后也会飞到月亮上去。如果有一天阿娘离开了，阿云别伤心，阿娘只是飞到月亮上做仙女了，我会在天上一直看着你。到了翠雨殿的第3天，我依旧没能见到沈贵妃。这日在院子洒扫，倒是被一个宫女撞个正着，她也跌坐在地上，神情恍惚。我好心将她扶起来，可她却推开我，小跑着离开。见我皱眉，一旁宫女宽慰道：“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她可能就要死了。”什么意思？她是小厨房的厨娘，贵妃娘娘近日想吃槐花糕，她做了10几次，次次都没让娘娘满意，反而惹怒了娘娘，说是给她最后一次机会，若再做不出娘娘满意的糕点，明日一早处死。握着扫帚的手紧了紧，我转头看向那厨娘离开的方向，犹豫片刻，放下扫帚跟了过去。小厨房里，厨娘正清洗着新鲜槐花，可手却忍不住颤抖，泪水一滴又一滴落入盆里，眼前视线模糊。她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再做不出贵妃喜欢的槐花糕，她就会死。她不想死了，越想越害怕。她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趁着夜色逃出宫去，可宫里到处都是禁卫，她逃不掉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正惶恐不安，近乎崩溃时，有人轻敲了敲小厨房的门。厨娘转头看去，是个年轻面生的宫女。宫女走进来，蹲在了她面前。要我帮忙吗？我也会做槐花糕。厨娘仅愣了瞬息，就一把推开我。你想害死我吗？我8岁就跟着我爹学做饭，你做的槐花糕能比得上我？她很抗拒，但更多的是害怕，这是她能活命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她不会轻易相信我。我顿了顿，指着那盆中白色的槐花道：“贵妃娘娘的生母是临安人，我也是临安人，我们那里槐花最有名，所以家家户户都会做槐花糕。姐姐，若不要我帮忙，你又准备怎么做这槐花糕？”厨娘怔住，思绪纷杂。是啊，她又准备怎么做呢？已经做了10几次，次次都想方设法改进，可没用啊。贵妃娘娘依旧不满意。说实话，她已经没有办法了，紧攥着拳头，忽又松开。厨娘缓缓抬头看向我，槐花糕做好后，被送去了娘娘跟前。当天傍晚，便有几个嬷嬷来了后厨，为首的嬷嬷看着厨娘：“槐花糕是你做的？”厨娘惴惴不安：“是奴婢做的。”来人，带走。话音落下，2个嬷嬷上前不由分说架住了厨娘的胳膊，把她带出了厨房。厨娘腿软了，语无伦次：“是不是娘娘对槐花糕依旧不满意？我可以再改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求娘娘开恩啊！”嬷嬷们一言不发，厨娘心里涌出绝望。周围都是悄悄往这边打量的宫女，她环顾四周，视线突然定在了某一处，而后伸手指着我：“是他！今日的槐花糕是他做的，若出了什么问题，娘娘不能只罚我一个。”为首的嬷嬷脚步一顿，扭头看来，与我站在一处的宫女纷纷让开，生怕沾染是非。嬷嬷眯了眯眼睛：“哦，来人，把她一块带走。”我跟那厨娘被扔在地上，摔得不轻。一阵眩晕过后，我看清了眼前景象。华丽宫殿前帷幔轻晃，最前面的金色美人榻上躺着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。娘娘，人带来了。嬷嬷回禀一声，而后退下。沈贵妃慢慢从榻上起身，伸手掀开帷幔。厨娘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我也知道，抬头直视贵妃不合规矩，可是我忍不住，我想看看我的女儿如今到底长成了一副什么模样。抬眼看去，女子样貌极美，肤如凝脂，眉如远黛，就是那双美丽凤眼藏着说不出的冷。她垂眸与我对视，轻笑一声：“你胆子倒是大。来人，把她拖下去，眼睛挖了。”我猛地一怔，不可思议地吸了口气。厨娘惶恐不安地默默挪远了些，生怕被我连累了。突然，贵妃又笑了，以怕掩嘴，笑得开怀。恍惚间，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年少阿云的影子，但也转瞬即逝。贵妃收了笑，叹道：“怎么这么不惊吓？看看，你脸都白了。那槐花糕是你做的？”“是。”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“来人，把她拖下去，处死。”厨娘跌坐在地上，她怔愣地看着贵妃。这次本宫可没有说笑。2个太监快步上前，拉着厨娘的胳膊将她拖了下去。一路上，厨娘的痛苦求饶声不绝于耳，声音凄厉。贵妃坐在榻上，伸手拿了颗葡萄，慢悠悠剥着皮。我听见她漫不经心问我：“知道她为什么死吗？因为她没有伺候好娘娘。
因为他不长眼睛，看不清谁才是他的主子。说话间，殿外传来脚步声，一位青衣宫女领着太医上前。太医目不斜视，一心为贵妃诊脉。我望着那边，思绪纷杂。她生病了，娘娘体内毒素大多消除殆尽，后续好好疗养，不日便会彻底痊愈。有劳太医。里面声音断断续续，我不太能听见，只能安静地跪在角落。没过一会儿，那青衣宫女将太医送了出去。贵妃撩开帘子走出，停在了我面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阿音。阿音。她轻轻呢喃了一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下去吧，本宫乏了。我安然无恙地回去了，还被贵妃娘娘赐了只镯子。我一回到住处，宫女们都围了过来，他们七嘴八舌地问着今日情形。我还未来得及说话，只见他们看向门口，闭了嘴。青兰姑姑，今日见到的那青衣宫女面无表情地走进来，她打量着我。阿音，收拾一下东西，从今日起，你搬去内殿服侍贵妃。我的东西不多，一个小包袱就全部装完了，跟在青兰身后。我也默不作声地悄悄打量她，看起来她也不过16、17岁的年纪，却似乎很得贵妃信任。思索间，我听见她说：“进了内殿服侍是你的福气，要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守本分。那厨娘就是心思太多，为了点银子，擅改了娘娘的药膳，她死有余辜。是，姑姑教训的是，在你之前也有个宫女，来这不过3天，便跟容妃宫里的嬷嬷搭上了关系。她说的是佩儿吗？”周围寂静，青兰的声音显得尤为清晰，声音稚嫩，却字字有力，很难想象她这般年轻就成了贵妃心腹。青兰侧头看了我一眼：“阿音，你做的糕点让娘娘满意，以后尽心尽力服侍娘娘，娘娘自然不会亏待你。但你若是有什么别的心思……”她话音一转，语气陡然变冷。我赶紧道：“阿音不敢，谢姑姑提点。”不敢就好。她悠悠道：“死的最多的就是那些胆大的。”进了翠羽殿，虽不像青兰那样时时贴身服侍贵妃，但我见到她的次数也比之前多了许多。贵妃不喜早起，她也不喜欢与其他嫔妃来往，我行我素。这些天，她常让我给她做槐花糕，吃糕点时总是格外安静，低垂着眉眼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越来越觉得，她与传闻中恶毒心狠的贵妃娘娘不太一样，她好像藏了许多秘密。我愈发的想要靠近她，了解她，所以我迫切的想要得到她的信任。机会很快便来了。那天夜里，我从睡梦中惊醒，忽闻外面有脚步声，坐起身推开窗户，悄悄看过去，是贵妃。她穿了件宽大斗篷，遮住了头脸。青兰走在她身前，提了个灯笼为她引路，灯笼散发出橘黄的光亮，照在她身前。两人脚步很轻，很快就没了踪影。我正思索着，便见一个宫女从后面轻手轻脚跟了过去。这事来不及多想，我披了件衣裳，也跟了上去。翠羽殿后，寂静庭院里，贵妃与一男子相对而立。那男子身着禁军轻甲，泛着冷冽的寒光，可男人面容却极尽温柔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捂住了嘴，我几乎一眼便认出了他。林望庭，当年沈林两家比邻而居，关系亲厚。我与林夫人一同有孕，常有来往。后来我诞下一女，而林夫人生了个小子。他们从小青梅竹马，一同长大。林望庭小时候体弱多病，却总喜欢跟在阿云后面。阿云只比他大10天，却老神在在的让林望庭喊她云姐姐。林望庭7岁时已经长得比阿云高了，他开始护着阿云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总是捧过来献宝似的给她。我记得有天午后，我在后院晒太阳，林望庭悄悄过来，我看见了他，于是伸手把他喊过来。望庭来找阿云玩吗？他在睡觉呢，估计还要一会儿才能醒。我不找他，我找您。望庭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阿云说您生病了，他在我面前哭了好几次，他很难过，我不想他那么难过。伯母，您能不能快点好起来？我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忍不住陪了起来。我问他，望庭这么喜欢阿云啊？是啊，毫不犹豫，我喜欢阿云。他看着我的眼睛很亮，像盛满了夜空的星星，就像现在。林望庭如今是禁军统领，浑身气势凌人，可在沈如云面前却显得有些无措和青涩。月光照射在他们身上，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，但能看到地面上他们依偎在一起的影子。混乱恭维，这是杀头的大罪。我心跳如擂鼓，紧紧攥着身侧的衣裳，脑袋里只有一个声音：我得帮他，我不能让阿云死。刚刚看到的那个宫女呢？她在哪？我屏气凝神，环顾四周，忽见廊道下一闪而过的一方裙角。宫女匆匆离开，没走几步，我就追上了她。这位姐姐。宫女吓了一跳，惊愕地看着我。姐姐这是从哪儿来啊？我观察着她的神色，宫女眼神飘忽，几乎不敢与我对视。见状，我压低了声音，上前一步。姐姐刚刚也看到了。宫女一愣，直接否认。没有，我什么也没看到。说罢，她转身欲走，我没有一丝犹豫，快步上前从背后捂住了她的嘴。宫女挣扎起来，我心乱如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挣脱了我，
却在准备逃跑的瞬间被我推倒，额头撞在一旁的柱子上，宫女倒在地上不知生死，额头嫣红的血迹在月亮下格外狰狞刺眼。我从没杀过人，这是第一次。正愣在原地，身上冒出一层冷汗，我深呼吸几口气，强行镇定下来，正要弯腰去处理痕迹，便听见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。抬头看去，昏暗的廊道上，一盏灯笼发出点点光亮，青兰和贵妃就站在那看着我。我下意识后退，肩膀搭上来一只手，手劲极大，捏得我动弹不得。林望庭声音冰冷：娘娘，今晚怎么抓到了2只老鼠？翠雨殿内，贵妃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你知道那宫女是孙贵人安插在本宫身边的人，不知，那你为什么要杀她？我沉默地想着该如何答话，便听她话音一转，所以你也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她跟禁军统领私会。我抬眸看着她，缓缓出声：看到了，但奴婢是翠雨殿的人，知道谁才是主子，怕那宫女出去乱说，损害娘娘声誉，奴婢情急之下才失手杀了她。顿了顿，我吐出一口气，低声道：若娘娘仍心存疑虑，奴婢任凭娘娘处置。贵妃垂眸看了我好久，最后勾了勾唇。第一次杀人，是吓坏了吧？司里的打了个哈欠。天都快亮了，回去睡吧。你也算是替本宫办了事。他挥了挥手，本就该死，躬身告退。刚退后几步，贵妃突然道：对了，我停下来。娘娘还有何吩咐？垂头看着地面，一只精致的香囊出现在我脚边。赏你了，谢娘娘。退出内殿，回去的一路上，我的心脏跳动的猛烈。虽然阿云是我前世的女儿，但毕竟10几年未见，如今的她我也琢磨不透。在她面前，我如履薄冰，不敢大意。我不是没想过直接跟她表露身份，实在是这事过于匪夷所思。阿云敏感多疑，她不会轻易信我，还会以为我是别有用心之人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抹撒着手中的香囊，我加快了脚步。经历了那般惊险的一夜，又杀了人，我以为我睡不着的，却不想一夜好眠。看着床边的香囊，我心情复杂。这香囊竟有安神的效用，还未来得及多想，青兰来了我的院子，当着众宫女的面传达了贵妃旨意。贵妃封我为1等宫女，贴身侍候。旁人艳羡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急忙回神，领旨谢恩，穿上1等宫女的衣裳。我随着青兰去了贵妃那。贵妃坐在槐花树下，微风吹过，裙摆轻扬，倾国倾城。我上前谢奴婢谢娘娘恩典。你做的槐花糕，本宫很喜欢。你的手艺是跟谁学的？跟我阿娘学的。贵妃望着我，神情说得上温柔。来翠雨殿许多天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她露出这副神情，于是心中一动，不自觉声音也软了下来。娘娘若是想吃，奴婢去给娘娘做。不吃了，总不能一直吃。看向地上散落的槐花，她喃喃自语：看来临安人都有这样的好手艺呢，连糕点的味道竟也做得一模一样。孙贵人病了，听说病得极重，整日咳血，太医去了一个又一个，可都束手无策。听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我下意识便觉得此事与贵妃脱不了干系。不是我不相信她，实在是太巧了。孙贵人安插在翠雨殿的人被贵妃发现后，她曾去找过孙贵人。不久后，孙贵人便病了，怀疑是一回事，我却不会插手，也没有那个本事插手。皇宫之内步步危机，贵妃不易，我更当安分守己。6月初，孙贵人病得严重，太医说她要静养，陛下便下旨让她去宫外金陵寺休养。她出宫那日，贵妃独自在院中饮酒，喝了一杯又一杯。我上去劝她，她却摆摆手。又一个对手落败，本宫今日高兴。声音已带了醉意，她拉住我的手，醉眼迷蒙，突然唤了一声阿娘。我心神俱震，不可思议地抬头看过去，下一秒，贵妃的眼神便清醒了，但声音仍含糊着：你知道我阿娘是怎么死的吗？我稳了稳心神，听闻沈夫人因病去世。贵妃摇了摇头。我一愣，她凑过来，酒气喷洒在我脸上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在我耳畔吐出了几个字：我阿娘是被我爹毒死的。我愕然抬眸，我娘出身不显，只是临安的一个卖花女。我爹上京赶考途中与她结识，一见倾心。后来我爹未考中，无颜回家，便在临安落脚。1年后，他与我阿娘私定终身。有了我，4年，我爹终于榜上有名。我们举家搬来了京城，我爹官运亨通，短短5年时间便官至4品。后来太师家的女儿看中了他，不管不顾地嫁进了沈家，宁愿做一个妾。他含糊不清地念叨着沈家的那些过往，他说的这些，我又何尝不知道？我与沈松林相伴数十载，经历了相知、相爱、相怨、相恨，而由爱生恨的起源，都来自断血梅进府之日。他身份高贵，除了个妾室头衔，他比我更像一个正室，下人们唯他是从。沈松林尊他敬他，让我处处忍让。后来他有了身孕，生了个儿子，我怕阿云跟我一样受欺负，于是便想着争一争，可我哪里争得过他？越争，沈松林看我的眼神就越失望，越争
我失去的就越多。手背传来一片温热，垂眸看去，贵妃估计是醉了，将头搭在了我的手上。她叹了口气，却还在说着：段太师权势滔天，自然不愿意女儿给沈家做妾，于是他几乎是威逼利诱，命我父亲在1年之内将段雪梅抬为正室。我父亲好脸面，休妻的事他做不到，尤其是陪他同甘共苦的糟糠妻。话音一顿，他发出一声诡异的笑。他确实不敢休妻，他怕别人戳他脊梁骨，于是他选择杀妻。他在我娘每日的药膳里下了毒，很亮亮，不致命，日积月累，积少成多，那毒终究也是会要命的。我颤抖着手，呼吸变得急促，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扭曲。他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，我一直以为我是得病了，是我身体弱，我从没想到是被人下了毒，还是被我一向信任的沈松林。很久之前的画面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，沈松林温柔的微笑下隐藏的算计，他每次劝我喝下药膳时眼中闪过的异样光芒，那些大夫困惑的表情，原来这一切都有迹可循。我怔愣地看着半空，泪水涌出，滴落在贵妃脸上。贵妃皱了皱眉，伸手摸了摸。下雨了吗？她晃晃悠悠站起来，伸出手掌抬头看着天空。我擦了擦眼睛，克制住情绪。没有下雨啊。贵妃看着天空，喃喃道：有月亮。我一愣，也抬头看去，今晚的月亮只是个月牙，被云遮挡了一半。可贵妃仍看愣了。晚风吹来，泛起一丝冷意。我看着贵妃身上的单薄衣衫，正要上前扶她去寝殿休息，却被她伸手推开。娘娘，嘘，别说话。我刚刚好像听见我阿娘喊我了。伸出的手僵在半空，我望着她，喉咙涌出阵阵酸涩。我阿娘住在月亮上，她说她一直看着我呢。因为喝了酒，她的脸上染上两抹红，声音也带上娇憨，惹人怜惜。可她应该会很失望吧？她呢喃着：我现在是个坏女人。话音未落，她便醉了，脑袋直往桌子上磕。我赶紧伸手扶住了她，握着她单薄的肩背，我忍不住用了用力，以一种别扭的姿势抱了抱她。自从那夜醉酒后，贵妃待我亲近了许多，偶尔也能陪她说上两句话了，但仍有些若即若离。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里藏着什么，却说不清道不明。一切好似归于平静，可风平浪静的日子下，也暗藏波涛汹涌。转眼间便到8月，宫里即将举办中秋宫宴，比平时热闹一些，不少宫外之人进进出出，多了很多生面孔。宫人们期待着宫宴，希望能多得些赏赐。站在翠羽殿的回廊下，看着宫女们来来往往的布置宫灯，我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，总觉得不太踏实。阿音，发什么呆呢？青兰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。娘娘让你试试这身衣裳，中秋宫宴上穿。我接过衣裳，指尖触到那细腻的绸缎，轻声应了。午后，我去上衣局领贵妃宫宴上要穿的衣裳。走出翠羽殿不久，我便察觉到有人在跟着我，心头一紧，不自觉加快了脚步。可经过一处拐角，我被人一把拽进暗地，还未看清眼前的景象，便被一块湿布捂住口鼻，刺鼻的气味冲入鼻腔。我挣扎了几下，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我是被冷水泼醒的，四周烛火通明。我挣扎着坐起身，发现手脚发软，使不上力气。醒了。一个威严的女声从屏风后传来，我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女子身着明黄凤袍，缓步走到我面前。她约莫30出头，容貌端庄，眼神却冷得像冰。我垂下头，恭敬垂首。抓我的人竟是后宫之首皇后娘娘，奴婢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本宫听闻沈贵妃身边除了青兰，便是你最得她信任。我心跳如肋骨，奴婢只是尽本分服侍贵妃娘娘。好一个本分！皇后从袖中取出一个小瓷瓶，放在我面前的矮几上。中秋宫宴上，本宫要你把这药下在沈贵妃的酒里。娘娘，这别急着拒绝。皇后俯身，你在宫外还有个妹妹吧？今年刚满14，生得很是水灵。若你不听话，本宫不介意在春风炉捧个头牌。这事儿你若办得好，本宫以后便是你的靠山。若不是那青兰软硬不切，这好事也轮不到你。我瞳孔骤缩，我这一世的父母早亡，却是有个年幼的妹妹寄养在叔父家，皇后竟连这都查到了。奴婢遵命。我颤抖着接过瓷瓶，藏在袖中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记住，若你敢耍花样，本宫会让你妹妹生不如死。我被蒙上眼睛，带出皇后寝宫，7拐8绕后丢在了一处偏僻宫道。等脚步声远去，我才敢取下遮住眼睛的黑布，深吸一口气，只觉得从阎王殿走过一遭，回到翠羽殿时已是傍晚。坐在房间，看着面前的瓷瓶，一时间心乱如麻。我肯定不会听皇后之命，但是我一时想不到什么两全的法子。最后一咬牙，决定明天一早去找贵妃，把这件事跟她说清楚。夜里，我被一阵喧哗声吵醒，迷迷糊糊睁眼，房门被人推开，青兰带着几个嬷嬷站在门口，冷声道：“搜！”我起身迎上去，青兰姐姐这么晚来我房中，
可是娘娘有什么吩咐？青兰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搜她身上。两个嬷嬷上前，粗暴地扯开我的外衫，藏在袖中的瓷瓶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滚到青兰脚边。青兰弯腰拾起瓷瓶，打开闻了闻，脸色骤变。阿音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没想到，在我主动坦白之前，会先被发现，错愕地僵在原地。带走！青兰厉声喝道：“押去给娘娘发落！”我被五花大绑带到贵妃寝殿，沈贵妃披着一件素白寝衣坐在榻上，见我进来，她缓缓抬眸，那眼神冷得像千年不化的寒冰。娘娘，在阿音身上搜出了这个。贵妃接过瓷瓶，指尖轻轻抹下瓶身，不怒反笑：“阿音，本宫待你不薄。”娘娘明鉴，这药是皇后娘娘逼奴婢拿的，她以奴婢妹妹的性命相要挟，奴婢从未想过要害娘娘。是吗？那为何不第一时间来告诉本宫？我哑口无言，我确实存了私心，我怕皇后再找其他人下手，不如自己接下这任务，至少能掌控局面。可我该如何解释这复杂的心思？拖下去，杖毙！我浑身一僵，抬眸看着他，跟我第一次在皇宫见到他时一样，他冷血、狠厉，毫不留情。袖中的手指狠掐了下掌心，疼痛让我从惊愕中回神。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必须让他相信我，于是决定坦白所有的一切。阿云，其实我是……话未说完，颈后被人猛击了一下，我眼前一黑，贵妃的身影逐渐模糊，最后彻底消失不见。我是在晃晃悠悠的马车上醒的，青兰坐在我对面，见我醒来，递来一杯水。我挣扎着坐起来。这是哪里？出京的路。青兰低声道：“娘娘早就安排好了退路，她料到皇后会对她下手。我们必须回去，娘娘有危险。”我抓住青兰的手，我若能劝住她，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明明是年轻稚嫩的脸，我却从中看到了沧桑的神情，这种违和感太强，强到我无法忽视。一直以来，我总觉得青兰熟悉，没来由的找不到熟悉的源头。如今面对面坐着，她抬眸看我的眼神几乎让我浑身一颤。青兰转头看向马车外，车外熙熙攘攘，格外热闹，也不知道看到了什么。她愣了一下，随即眼中浮上恨意。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，已经落败的沈府。你知道娘娘当年为什么会入宫吗？我没说话。宫里的嬷嬷说陛下与娘娘在宫外一见钟情，可我不信，因为我知道阿云喜欢的是林望庭。娘娘不是自愿的，当年沈松林为了巴结太子，亲自把女儿送上了太子的床。娘娘醒来后寻过短见，太子拦住了她。太子告诉她，沈夫人的死是沈松林一手造成。就这一句话，娘娘便不寻死了。她想报仇，为她阿娘报仇。太子知道一切。青兰说，她冷眼旁观沈家内斗，甚至推波助澜。娘娘入宫后，她就利用她对沈家的恨意，借她的手除掉了沈松林，搞垮了整个沈家。沈松林在朝堂长袖善舞，一边讨好他，一边又与安王有来有往。太子自负，又怎能允许被人也玩弄鼓掌？青兰的话一字一句砸进我的心里，砸得我心脏酸疼，竟有些呼吸不畅。我不知道，原来阿云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过得多。这些年，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了，忍着恶心被人利用，他所表现出来的狠厉、恶毒，都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盔甲。可这些东西，青兰怎么会这么清楚？看着青兰，我突然福至心灵般想到了什么，在出声时，声音都带了颤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青兰转头看着我，你不是都猜到了吗？我跟你一样，带有上一世的记忆。我上一世叫周翠翠。周翠翠是我为阿云寻的奶娘，她丈夫战场失踪，婆家把她当成扫把星，把刚生产过的她赶出家门，是我给了她一个容身之所。她待阿云极好，当成亲生女儿般照料。阿英姑娘，不，或许我应该叫你沈夫人。青兰望着我，怎么苦笑，就不能来得再早些呢？再早些也不至于没有回头。他的话犹如惊雷砸落在我身上，我震颤的久久未能言语。青兰跟我一样，也带有上一世的记忆。阿云知道，所以他也认出了我。也许第一次见面他就认出来了，看出我心中所想。青兰叹息，他知道，他第一眼就认出了你，但他不敢相认，因为他要做的事太危险。我皱眉，什么事？青兰垂眸，压低声音，复仇，向皇帝复仇。中秋宫宴上，成王会发动兵变，娘娘是他的内应，他们筹谋多年，如今也该有个结果了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们必须回去。青兰按住我，娘娘把你送出来，就是想保护你。她这些年过得生不如死，唯一支撑她的就是复仇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她更不会让你涉险。我怔愣地看着她，不自觉的泪水涌出。可我是她阿娘啊！本该一片喜庆的中秋宫宴，却成了哭天喊地的人间地狱。成王兵马冲破宫门，一路杀到了养心殿。太监宫女的尸首到处都是，鲜血染红了公道。皇帝和娘娘们被护着躲到了御书房，禁军执剑守在外面，为他们换来片刻安宁。陛下，是沈如月，是他勾结成王谋反，
的视线射过来，沈如云不紧不慢地抚了抚发髻。皇后娘娘，说话要讲证据的。皇后瞪大了眼睛看着她，我有证据，翠雨殿的宫女曾亲眼看到成王心腹扮成太监出入过你的翠雨殿。她本以为是成王与沈如云有染，这才一直秘而不宣，想着找到更确切的证据，好置她于死地。她太贪心，以至于误了大事。她怎么也没想到沈如云胆子这么大，居然敢谋反。空口无凭，娘娘可别乱泼脏水。沈如云还是那句话，要证据。可一旁的皇帝却一把拔下墙上长剑，抵在了沈如云的脖子上。他扯了扯嘴角，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爱妃，那你告诉朕，你到底有没有勾结成王谋反呢？沈如云面无表情地望着他，眼中金光闪过，垂在身侧的手一颤，握紧袖中匕首，直朝着皇帝刺去。长剑在他脖子上割出一道血痕，可他却仿佛没有察觉，匕首刺入了皇帝肩膀。沈如云双手按着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你让我家破，让你王尝尝你所珍惜的、重视的一切付诸东流的滋味。他先闭着眼，皇帝伸手掐住他的脖子。朕早该杀了你，就像你爹杀了你娘一样。可疼痛让他发抖，让他手中没了力气。一旁妃嫔们回过神，尖叫着去拍打门窗。来人啊，快来人护驾！皇后最快冷静下来，她看着那边，伸手拿过一旁的砚台就要冲上去。就在她要砸在沈如云脑袋上时，一条白绫从一旁探出，猛地勒在她的脖子上。我死死勒着皇后的脖子，把她一点一点从阿云身后带走。皇后手中的砚台落地，挣扎的动静越来越小，最后归于沉寂。我推开皇后的尸体，看向众嫔妃，她们愕然后退。有人认出了我。果然，他们翠雨殿的人都是叛贼！禁军呢？有人壮着胆子去拍打门窗，可御书房的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。林望庭一身鲜血走进来，凶神恶煞，如同地狱刚爬出来的恶鬼。众人吓了一跳，可心里又燃起希望。禁军统领来了，沈如云死定了。林望庭的声音称得上温柔：“阿云，得快些了。”没关系，阿云。我抱得很紧，像是要把他揉进我的血肉里。我在他耳边呢喃：“阿娘在这儿，阿云别怕。”阿云陡然泄了力，将头埋在我的颈侧，一片湿润。林望庭带着几个心腹禁军为我们开出一条路，我们跟着他七拐八绕，终于来到冷宫一处枯井前。脚下有密道直通城外，成王已经控制了皇宫，你们快走！皇帝不是什么好人，成王同样奸诈。阿云铤而走险与成王合作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如今成王得势，他未必会放过我们。阿云紧握着我的手，走出一步，却又猛地顿住脚步，转头看向林望庭，眸光微光闪过。望庭，林望庭笑了。我没事，我答应过要保护云姐姐的，我从不食言。阿云眼中含泪，突然上前吻了吻她的脸颊。谢谢你。阿云拉着我跳入枯井，落入一个黑暗的通道。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看到前方一丝光亮，爬出通道，竟在一片竹林深处。这是哪里？我环顾四周，京城郊外。阿云指向远处。我们自由了。鸟儿啼叫，此起彼伏，天光乍泄。我紧握着阿云的手，在心里默念了许多句老天垂怜。命运的枷锁终于得以摆脱。3个月后，我们在江南一个小镇上安了家。阿云改名叫云娘，我仍叫阿音。镇上的人都以为我们是对姐妹，因战乱逃难至此。这天傍晚，我正坐在院子里缝补衣裳，院门突然被轻轻叩响。谁啊？我放下针线去开门，门外站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男子。一身粗布衣裳也掩不住通身的阴气，他冲我腼腆地笑了笑。请问云娘住这里吗？我愣了片刻，突然认出了他。望庭，他也认出了我。伯母。他已经不知道唤我什么了。阿云从屋里跑出来，看到林望庭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林望庭黑了瘦了，脸上也多了道还未痊愈的狰狞的疤，看起来有点吓人。阿云在他面前站定，声音竭尽全力显得平静。你活着回来了。颤抖的声音却难掩他心中正激荡的剧烈情感。林望庭望向他，从怀中掏出一支木簪。我来兑现7岁时的承诺了。阿云再忍不住，偏过头，眼角一滴泪滑落。我悄悄退回屋内，透过窗棂看着这对历经磨难的年轻人相拥在夕阳下。月光升起时，我独自来到院中的槐树下，仰头望着那轮明月。我轻声说：“这一次，我想我会看着你幸福到老。”林望庭在镇上住了下来，他在镇东头租了间小屋，离我们院子不过1盏茶的脚程。头天安顿好，第2天一早便来敲门，手里拎着条刚从市集买来的鲈鱼，笑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云娘昨日说想吃鱼。阿云接过鱼，面上淡淡的，可我瞧见他低头时耳根红了。他转身进了厨房，林望庭站在原地，不知该进还是该退。我搬了把小凳在院里摘菜，朝他努努嘴，去劈柴。他便去了。那日午后，我坐在廊下缝补望庭的旧衣裳，他一路南下，行李单薄的可怜，仅有几件换洗衣衫，还都破了洞。阿云端了盏茶坐在我旁边，看我穿针引线，
忽然说他的针线比我好。我抬眸看他，在宫里时，有一回我衣裳破了，不敢叫旁人知道，自己缝得歪歪拧拧。第二日青兰说补好了，我知道不是她补的。他没说下去，我也没问。有些事不必说得太透，就像我知道从京城到江南千里迢迢，林望庭一个失了势的前禁军统领是如何避开追捕，风餐露宿寻到这里的。就像阿云也知道，他脸上的那道疤是在宫变那日为拖住追兵落下的。这些他们都不说，只是从那以后，林望庭再来时，阿云总会多烧一道菜，日子就这样慢悠悠地过着。林望庭在镇上的铁匠铺找了份活，他生的人高马大，又有一身武艺，打铁虽粗笨却也能干。起初几日，他回来时满手燎泡，阿云看了抿着嘴不说话。第二日便去药铺买了瓶烫伤膏，搁在他那件不好的衣裳上。你的手还要不要了？他声音冷，却把那膏药往他手里塞了塞。林望庭就笑，他笑起来的时候，脸上的疤皱成一条蜈蚣似的，看着有几分凶，可眼睛弯弯的，像盛着江南的春水。这天傍晚，我正和面准备蒸槐花糕，阿云从外面回来，袖子上沾了泥，摔了。我忙迎上去，他摇摇头，神色有些怔忡，半晌才说：方才在巷口有个小女娃摔倒了，我扶了她一把，她娘从屋里跑出来，抱起女娃哄了又哄，又谢了我。他声音很轻，那女娃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，趴在她娘肩上冲我笑。他抬起头看我，眼眶有些红。她跟你小时候哄我一模一样。我手一顿，他很少这样直接的唤我阿娘，更多时候他叫我阿音，或者什么都不叫。我知道他需要时间，10几年隔着的生死和身份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跨过去的。我把沾着面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朝他张开手臂。他愣了一瞬，然后像小时候那样把头靠近了我怀里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背，娘在呢。阿云受苦了，娘知道。他没哭，只是把头埋得更深了些，肩膀微微发颤。那天夜里，我又做了槐花糕，端上桌时，阿云捏了一块，咬了一口，怔住了。跟小时候一个味道。他低低地说：本来就该一个味道。林望庭正好从铁匠铺回来，阿云递了块给他，他咬了一口，含糊糊地说：我小时候就觉得伯母做的槐花糕最好吃，你还老跟我抢。那是我的阿娘。是，这还差不多。林望庭好脾气的笑，我看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斗嘴，心里暖得不像话。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，月亮悄悄爬上槐树梢，洒一地银白的光。入秋后，阿云生了场病，起因是1日傍晚落了雨，他从河边洗衣裳回来，淋了一身湿。我熬了姜汤给他灌下去，夜里还是发了烧。他迷迷糊糊的躺了2天，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糊涂。清醒时便催我去歇息，说自己没事；糊涂时就不太好了。那天夜里，他烧得厉害，忽然抓住我的手，力气大得惊人。别走，我不走。我把他的头搁在腿上，用尽了凉水的帕子擦他的额头。阿娘，他闭着眼睛，声音含糊不清。阿娘别丢下我，我会听话的。梅姨娘不喜欢我，可我听话。阿娘不走。他一声声的喊，把我一颗心喊得像在油锅里煎。我把他抱在怀里，眼泪落在他滚烫的脸颊上。后来他终于退了烧，清醒过来。我端了清粥喂他，他看着我红肿的眼睛，沉默了很久，忽然抬手摸了摸我的脸。阿娘，你哭了？没有。我撇过头，烟熏的。他没戳穿我，喝了半碗粥，他又睡了。这次睡得很安稳，眉头也不再皱着。林望庭听说阿云病了，天没亮就跑去镇上最好的药铺，把坐堂大夫请了来。人家大夫一把年纪了，你也好意思天不亮就去敲门？林望庭挨了骂也不恼，只傻笑着说：你骂人都这么有精神，看来是真好了。阿云气得背过身去不理他。我端着空粥碗出去，在门口碰见那老大夫正捋着胡子摇头。我塞了枕巾给他，又多塞了些。夫人不必如此，您收着吧。我笑道：那小子冒失，我这做长辈的替他赔个不是。老大夫这才接了，走出2步又回头。夫人，那位娘子是您女儿？我点头。是。好福气。老大夫笑了笑，背着药箱慢慢走了。是啊，好福气。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槐树叶子被秋风吹落，铺了一地金黄。能重来一次，能看着女儿好好活着，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。深秋的时候，林望庭来找我，说他想娶阿云。他站在我面前，局促得像个毛头小子，全然看不出曾经统帅禁军时的威风气派。他憋了半天，把怀中那只木簪掏出来给我看，就是在宫变那夜，他千里迢迢带来的那只。伯母，这只簪子是我7岁那年说要做给阿云的，后来进了禁军，得了块好木头，我就慢慢刻了好几年，这是我亲手刻的，每一刀都是。我看着那只木簪，不是什么名贵的木料，时光将它打磨出温润的光泽。王婷，阿云答应了吗？他挠挠头，耳朵红了。他说要问问您的意思。我心里一酸，又觉得暖。我的女儿如今没有长辈做主，连这样的事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。
你去吧，我说往后好好待他。林望婷郑重地跪下，朝我磕了个头，那一声闷响砸在地上，也砸在我心上。我伸手扶起他，看着这个从小看到大的孩子，笑着说：“往后该改口叫阿娘了。”他喊了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阿娘。”这年冬天，镇上落了雪，不大，薄薄的一层覆在屋顶和槐树之上，太阳一照就化了。可这已经是江南少有的雪了。镇上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跑出来，在雪化完之前抓紧堆几个不成样子的雪人。阿云站在门口看那些孩子嬉闹，忽然说：“小时候，京城也下过这样大的雪。那日你病着，爹不许我吵你，我就在院子里堆了个雪人，想给你看。后来雪化了，我哭了很久。爹说我不懂事，把他新制的官靴哭湿了。”他没有再叫阿娘，也没有叫阿音，只是用最平常的语气说着那些过往。后来到了宫里，下雪天我从来不出去看。他说看了也没人可以说。我站在他身旁，伸手握住了他的手，他的手凉得厉害。以后每年下雪，娘都陪你看。我说，他侧过头看我，笑了笑。院子外头，林望婷正和隔壁家的几个孩子闹成一团，他大手大脚地帮他们堆了个雪人，拿2颗石子当眼睛，不知从哪掰了截胡萝卜当鼻子。芸娘，你来看！他顶着一头雪朝我们挥手，快活得像仍是当年沈府后院里那个追在阿云身后的小子。阿云叹了口气，他什么时候能长大？长不大了。我笑着说，在你面前，他永远是那个跟在你身后喊云姐姐的小子。阿云没说话，可嘴角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下去。那晚月亮很圆，阿云和林望婷在屋里烤火，我独自来到院中那棵槐树下，槐树叶子落光了，光秃秃的枝丫在月光下像一幅淡墨画。我抬头望着那轮圆月，想起很多年前，阿云趴在溪上问我，月亮上有没有仙女？有，阿娘以后也会飞到月亮上，一直看着你。如今我不必去月亮上了，我就在这儿，在江南小镇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里，看着女儿在灯火下与心爱之人说话，看着她的笑容一日比一日多，看着她的眉眼渐渐卸下那些戾气与警惕，重新变得柔软。夜里风凉，阿云推门出来，往我肩上搭了件外衣。阿娘，天冷了，别在外面站太久。她低声说，院里洒满了月光，她的眉眼在月光下温柔的不像是真的。我转过身看着她，看了很久很久。阿云，我说，我笑了笑，伸手捋了捋她被风吹乱的鬓发，她正了正，然后也笑了，那笑容干净明亮，像月光，又像小时候她在我膝头看月亮时的模样。我知道我的女儿真正的回来了，而我终于可以安心的老去。院中槐树的枝桠间，月亮静静地悬着，月光洒在我们身上，如同一场迟到了2世的团圆。这一世我会看着她幸福，直到白发苍苍，直到儿孙绕膝，直到再也走不动路，仍然可以坐在槐树下听她唤我一声阿娘，如此便足矣。